将前往另外一个，我觉得这也是来波兰另外一个令人比较没有办法开心的起来，但是却是一个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地方，它叫做奥斯维辛集中营。1945年初，由苏联的红军把它解放来，在这5年当中，超过100万人丧生的奥斯维集中营。奥斯维辛集中营现在是纪念博物馆，每年的1月1号、12月25号复活节之外，全年几乎都是开放的啊。而且呢，这个地方呢非常的特别，由于不以盈利为目的，所以很特别。一般的民众来到这儿是免费入园的，但是呢，旅游团体来有导览员呢就要付费了啊，上厕所也要付费。我们进来这里面看到的，通过了门口的安检哨，进来这里面，集中营分为3大区域、3大营区。奥斯维辛的1号营、比克瑙2号营、3号营、1号及2号营为博物馆主要的开放区域啊。在这里面有太多的故事了哈，你讲都讲不完哦。但是呢，我们可以了解到1号营是最先集中的集中营，这些人当时被骗上了火车，惜家带眷了，坐上了火车。上了火车之后呢，一下火车开始被分类，能够干苦活的、能够做工的就被分过来，不能够做工的就把他另外的打到另外一边去，在身上烙下了印记。把他们带来的家当开始做分类，可以用的就把它留下来，把他们的头发全部都剃光，可以用的头发留下来。哇塞！所以，然后呢，再来呢，就把这些人呢全部抓来，作为什么药学、化学、毒品各方面的试验，把他们抓过来，各式各样的试验呢，就用他们来做人体试验啊。没有用的，全部都把它放到里面，用毒气杀死他们。你看留下来的这些眼镜，集中营里面不需要法官，不需要教师，不需要律师这一类的知识分子，只要有体力的活，你就留了下来。没有用的锅碗瓢盆，需要用的锅碗瓢盆，哪怕身体的油脂都可以拿来做肥皂。他们完全不浪费这些人，把他们当作动物一样的屠宰。这里每天各种耗尽体力的工作，糟糕的睡眠环境，不佳的伙食，做累了不能用了，你就直接送去毒气室把你毒死。这里每一天都是在筛选，每一天都像屠宰场一样，每一天杀着很多人。1941年的春天，由于集中营的司令官喜爱音乐，于是组成了一支管弦乐队。早晨出发工作，晚上回营时，乐队会在营区出入口演奏。德国军官希望大家有能表现得愉快、有精神，即便很累，即便踩着死去同胞的尸体，依然要跟上节奏，整齐步伐。集中营四周的水泥墙，通电的双排铁丝网，建造的木造瞭望塔，永远都有士兵的看试图逃跑的人，执行过各式各样的连坐惩罚。在这儿，你看所有的检查哨啊，全营区的人必须在警乐场不吃不喝站着，直到找到逃跑者，不然就全部杀死。如果有人逃亡成功，他们会报复性的随机抓10几个人去把他杀了。每一年都有人在这边悼念了他们。我们进入到了毒气室，这里是奥斯维的集中营。想要了解更多的集中营的生活吗？想要了解到像现在的台湾，还有人说愿意为了战争而战争。你们知道战争有多可怕吗？我觉得没有参与过的人，怎可能有那个资格说他愿意来参战，愿意来打仗，认为打仗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。我想和平如果它存在着，我们为什么要去制造分断呢？这就是重点。很特别的地方，奥斯维辛
集中营，通电的铁丝网，残忍的一幕又一幕的历史在这上演着。在短短的那几年当中，一批一批的犹太人被了火车送进了这里，再也没有办法走出去。这是他带给人们最震撼的一个历史教训。离开非常沉重的奥斯维辛，我们前往华沙。华沙什么呢？就是它目前波兰的首都喽。波兰在历史记载当中受尽苦难的国家，命运波折，因为它特殊的地理位置。处于德国、苏联的中间，在二战的时候，在抢夺的过程当中，波兰都是属于战火被牺牲的国家，尤其在二战被屠杀死亡的人数就高达了600万人，甚至当初在希特勒的一声令下，将华沙这个城市在地图上消失了，可想而知当时的轰炸有多么的猛烈啊！但是无论如何，还是轰炸不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肖邦这一位音乐家。肖邦可以说是波兰的代表人物。你来过波兰吗？如果没有来过，我很建议亲自走一趟波兰。它没有欧洲现代化都市的样子，但是它却拥有完全不同感受的欧洲国家。这里占地76公顷，华沙居民平日休闲的好去处，肖邦纪念馆等等呢，都在这儿。肖邦公园种了很多的玫瑰花，每年的6月到9月，在这儿你可以看得到举办的露天音乐会，就来到这个地方的肖邦。肖邦20岁离开波兰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回去祖国喽。39岁英年早逝，遗体被安葬在法国的巴黎，而肖邦的心脏则运回了波兰的华沙圣十字教堂安放。心脏的运盆真不得了。而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有名的人，叫做哥白尼铜像。哥白尼这好多。哥白尼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波兰数学家、天文学家，他提倡的日心说模型，提到了太阳为宇宙的中心。在我们现在看起来没什么，在当时啊，哇塞还得了哦！他是现代天文学的起步点，开启了哥白尼革命，对推动科学革命做了重要的贡献。圣十字教堂，肖邦的心啊，与你同在，就在这个地方啊！有看到啊，圣十字教堂啊，哎呀，它正在维修啊！但无论如何，我们还是要来看看肖邦之心啊！学音乐的人一定没有办法忘记肖邦这一号人物。有钢琴诗人之称的肖邦，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钢曲和作曲家，在1810年出生于华沙附近的小村庄啊。波兰的肖邦之心，最初据说是白兰地装在这个白兰地酒瓶里面啊。这个肖邦的故事也很多哦。我们来聊聊波兰的肖邦吧。那肖邦之心呢？他呢，当时呢，听说呢，最初被装在白兰地的酒瓶，他的姐姐偷偷运进了俄罗斯官兵驻守的波兰边境。回到了家乡之后，肖邦之心才辗转的在多位的亲戚手上，最终才在这个地方，你有没有看到啊？肖邦圣十字教堂的柱子内安居。二战期间，肖邦的心脏还一度流落至纳粹之手啊，勾起波兰人浓厚的情感。装有肖邦心脏的容器曾多次开封，最近一次开封是2014年的4月，检查心脏组织是否保存得好。
肖邦之心勾起了波兰人浓郁的感情，想来只有圣徒的遗物才能够这么做。没想到肖邦他乡愁的乐曲虏获了爱国的波兰魂，心脏回归故土之路正巧遇到国家命运一相呼应了。波兰在将近2个世纪历经被异国侵占、战乱，甚至经过了这一种集中营的屠杀。所以呢，你看看啊，波兰，你说它是不是一个很值得你来探访的城市啊？被炸毁了，被夷平了，希特勒想要把它从地图上消失，但它现在依然在世人的眼中耀眼的绽放着拼经济。这里是华沙。肖邦专家渴望为肖邦之心做基因检测，探究这位体弱多病、得年39岁的音乐奇才是否真的死于肺结核。然而，保管心脏的波兰政府跟教堂多年来坚决否认侵入性的检测，原因之一是一名在世的肖邦远亲极力的反对。朗东西亚，你还想做什么？一直到2014年出现了转机，这也是科学家提出了警告：肖邦之心封存多年后，酒精有可能会挥发哦，恐怕心脏干枯、色泽变色，他们才同意进行简单的检查。在当天，一名礼拜者离开教堂之后，13名见证者就在午夜时分宣誓保密之后，在教堂的圣殿将肖邦之心开封检测。这场世纪的检测参与者，华沙的主教、文化部长、科学家、官员啊，拍摄超过1000张的照片啊。什么样的人啊，能够在死后还能够变成这样子啊？被人家这样有没有检测着哈？最后呢，检查5个月以后才公布啊。那他们公布了哈，不希望引起躁动，于是将心脏的照片大大的就放在报纸哈，确定了。很多的学者认为肖邦可能死于当时还未知的纤维囊肿或其他疾病哦。所以呢，确切的死因还是不检查，因为不想打扰他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华沙古城，有别于其他的中欧城市，华沙古城看不到共产主义特有的古板的水泥建筑，还有浩大喜功的建筑。在这座中世纪的古城是波兰最热门的景点之一，但是很难有人能想象，这里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重新盖起来的。华沙古城看起来很新，原因是2次大战的大规模的战争期间，几乎摧毁了古城内的每一栋建筑物。当时的德国人纳粹只留下15%的区域得以幸免，但华沙并不是以水泥填平了这一座战争留下来的巨大坑洞啊，这个因以让很多的国家引以借鉴哦。华沙呢，把所有从以前到现在可以收集的所有这个古城的图片，完全的收集起来之后，细心的在每一个角落、每一块房砖，把它全部恢复它原有的建筑。一砖一瓦的依照图片、依照相片、依照记忆把它盖起来，它的细心维修惊动了世界文化遗产组织，把它列为了世界文化遗产。13世纪时，这座城堡就开始，这座古城就开始了，而且在华沙的旧世纪广场还有一个美人鱼雕像哦。老城广场有这个著名的纪念碑，美人鱼的神话故事。传说很久以前，美人鱼游上华沙的维日瓦河旁边休息，当地的居民呢被它吸引了啊。而后来美人鱼又被富有又邪恶的商人囚禁的时候，一个渔民挺身相救，为了表达感谢，美人鱼从此以后就保护所有的渔民，也就是所有的华沙人哦。那这也就是这个雕像树立在这里的原因之一啊。美人鱼下半身的腿部就是2个尾鳍啊，但是呢，跟一般的美人鱼不一样，它手上持的剑跟盾啊，它是华沙的守护者啊，跟一般我们在丹麦看到的童话故事里面的美人鱼是截然不同的哦。所以呢，它是手上拿的盾跟剑啊，它是为了什么？为了保护华沙人。从16世纪开始，美人鱼就出现在华沙的盾徽上面，室内也可以看得到许多美人鱼相关的故事啊。包括了高架桥啦、大街上面的雕像，都是这个手持盾牌跟剑的美人鱼，完全跟你想象当中的不一样。这一座古城门就是华语当中的“瓮中捉鳖”的设计，很棒啊！
波兰肖邦故居，肖邦故居来到这儿，这个小镇有点老，有点旧，但是他却可以看得到什么华沙的乡下啊，波兰的乡下，塞拉佐瓦沃拉，哇，这个名字呢，这很难念嘛，对不对？当地的语，2010年修建完成的啊，跟其他的波兰博物馆比较起来，肖邦的博物馆算贵了哦。但是呢，没办法，他展览的肖邦更细微的东西。这里肖邦出生的地方，肖邦7个月大之后就举家搬到了华沙定居了，氛围很不一样，有别于市区的肖邦博物馆哦。其实，一个有名的人哦，你会无限的被消费，但是也不错哦。他万万没想到，他也是个爱国的钢琴家嘛钢琴诗人嘛音乐诗人啊。所以呢，我想他大概没有料到哦。今天的他可以为他这个国家呢带来那么大的经济效益，真的啊！如果不是他，现在那个 end 哦，如果不是他，那今天的波兰怎么还可以运用他在他死后这么多年呢？还可以运用他所有的一切，还怎样来收取这个外汇金钱啊？在这儿有一个肖邦的雕像，雕像的膝盖处有一片光亮，是游客们经年累月触摸的结果。不如当年肖邦家人所居住的故居，也是他出生之处。白墙黑瓦，秋季末的波兰，带有一点那么的萧瑟感，带有一点那么的惆怅感。如果这边再带来了一点点肖邦的音乐，那更是令人难以忘怀了，更是令人感动哦。一座座的肖邦雕像，一座座的这种美丽的故居啊，太棒了，太美了啊！肖邦出生地，我们在肖邦在他的出生地故居。知道多国之旅其实是一个很辛苦的旅程，我也知道多国之旅带给人们呢，有时候呢会有点走马看花的感觉，但也许对很多的人来讲，一趟出去能够把每一个景点呢看完，因为毕竟有时候国外的历史不一定让我们有那么大的震撼感啊，但是能够走到国外去啊，看看国外的景色，这样子啊，每一个点都看一下，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嘛，对吧？所以每一种定点行程也好，多国之旅就好啊，就是不一样的饭菜，有不一样的人的选择，端看你需求是什么。